艾特大冤种来看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魔带谎言》。话说一天，阿杰打开一个快递，里面有很多的头发，于是就把头发拨开，妈呀，里面竟然是一个女人头！问题是，她还朝着阿杰惊声尖叫起来，吓得阿杰把包裹扔了出去。不过阿杰这下清醒了，刚才那是个幻觉，他扔出去的是一个相框。他走过去，流着眼泪把它捡了起来。相框里相片代表着小乔在30岁以前两人的黄金岁月。小乔已经患病2年了，自从家里的怪事不断，阿杰就认为这一切都跟那个麻布袋有关。就在这时，墙角又冒出声音。突然，一个高尔夫球从墙角滚了出来，阿杰都看傻了。看完这一幕，我觉得这个片子有点怪啊，怪的让我来了一丝兴趣，心里就在猜，到底是精神疾病方面的怪呢，还是片子里真有一个怪物？哈哈，这要看完才知道。那么麻布袋又是什么东东？接下来阿杰和小乔的命运究竟如何？且听金彩彩发掘出来。故事要从阿杰和小乔夫妻俩讲起，他们非常的恩爱。自从小乔得了癌症，阿杰对他依旧不离不弃。小乔在手术之后就一直在做化疗。其实小乔的病亡是早晚的事情。一晚，阿杰拿着小乔身上抽出来的血走到地下室，原来他之前在酒吧认识老皮特，此人号称能救小乔的命，但是手段就比较的奇特。他专门带了一个麻袋给阿杰，这玩意还很重，要2人合力才能把麻袋抬进地下室。老皮特特意交代，这是个魔袋，阿杰必须遵守仪式规则，否则就会有大麻烦。仪式的流程和规则是这样的：首先要点燃一根蜡烛放在地上，把麻袋口打开，然后再把妻子的血倒进去，退一步说出自己的愿望，只能说一次，不能反悔，而且3天内不能进地下室，不能看麻袋，不能跟麻袋说话，不要触碰麻袋。阿杰觉得后面的规则有点搞笑，他怎么能和麻布袋子说话呢？老皮特是过来人，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。现在阿杰就依照那个流程和规则，开始往麻布袋里倒入妻子的血，然后扎紧麻布袋，说出他的心愿，就是要把小乔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。讲完，阿杰就快速把门关上，可是手上的打火机却掉在门口，不小心把打火机从门缝里踢了进去。阿杰想起了那3个规则，就在那里犹豫到底是进还是不进。最后心一横，闭着眼睛爬了进去，用手摸到打火机，就赶紧退出了地下室。阿杰心想，这下总没有违反那3个规则吧？没错，他是没有违反那3个规则，但是违反了3天之内不能进地下室的大前提。说到底，阿杰就是违规了。里面的麻袋动了几下，还发出声音。自从那天起，阿杰家里开始出现怪事。先是手机有一些莫名的电话打来，接通后出现女人的声音，那是一种不正常的讲话，要多怪就有多怪。接着蓝牙音响会经常莫名的响起。听得阿杰毛骨悚然，而小乔也出现了异常。那晚半夜，阿杰突然醒来，发现小乔不知去向，这可是他生病以后不可能做到事情，因为他没有力气走路。这时地板却发出了声音。阿杰听的是惊讶无比。隔日半夜，阿杰突然醒来，他就看见一个类似丧尸的人形怪物站在他的面前，右手掌掌心处有一团黑色，他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，于是就赶紧把灯打开，那个怪物消失了。有一次白天，阿杰正坐在院子里发呆，突然有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站在外面盯着他看，我们暂且叫她小美吧。只见她的右手掌掌心位置同样有黑色，阿杰就问她想要干什么，女人也不回答就走了。一天，阿杰收到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很多的头发，他觉得这不像是自己订购的东西，就把头发拨开，再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就在这时，墙角的那个女人声音又冒了出来，接着一个高尔夫球从墙角滚了出来，阿杰都看傻了。隔日，阿杰出现的幻觉越发离谱，明明小乔坐在轮椅上，可是他却看见小乔能站起来，而小乔走过来，伸出魔爪来抓住他的肩膀。阿杰顿时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精神病了。小乔看着阿杰对自己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就气呼呼的回房生闷气去了。看到这里，我觉得男主的演技还算在线，至少他是个大情种，对爱情不离不弃。他为了挽救妻子的生命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绝对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。半夜，阿杰走到客厅冷静一下，
这时他看见小美竟然出现在家里，阿杰很不爽，就追着小美不放。他们从家里一直追到门外，小美不见了。然后阿杰不放心，又赶紧回来，找到手电筒就在家里四处寻找。突然小美出现在眼前，跟他打招呼，两人就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。最后他来到地下室，看见那个麻布袋动了起来。阿杰回到1楼，看见大门敞开着，应该小美已经走了。他把大门再次锁好，就在家里来回走动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突然从地下室的门缝处伸出一只手，现在阿杰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梦境，什么是现实。阿杰醒来就去看小乔，发现他不在床上，就呼喊着他的名字。很快小乔的回应从地下室传来，顿时阿杰有些惊慌，赶紧走到下面一看，地下室已经变成小乔以前的工作室样子。小乔完好的站在他的面前，他很感谢阿杰为他所做的这一切，又是看着又是摸着那些物品，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。到了这里，有些小伙伴可能没看懂，那么我的理解是，这些片段都在描述阿杰处于他和小乔的一种感情死循环里，而且不能自拔，让他感觉到自己时刻处于在恋爱中，这是一种幻觉和现实的交替。就在这时，小芳来电话，阿杰就去接听。与此同时，小乔走到隔壁的屋子里，触摸了那个麻布袋，然后一声惊叫，瘫倒地上。阿杰赶紧过来照看小乔，并且把小乔抱回了卧室。这时，墙角那个女人声音又出现了。这次阿杰彻底发怒了，把麻布袋拖了出来，然后接着跟老皮特打电话，照样转到了秘书台。阿杰就生气的留言，意思是将把麻布袋丢在路边。然而照旧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于是就拿出电脑开始在网上寻找老皮特的踪迹，一圈下来毫无结果。这时阿杰想起应该去酒吧才对啊，于是就开车来到酒吧，就向老板娘玛丽打听老皮特的情况。玛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但是她也不熟悉，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皮特。突然她想起来了什么，就把以前的那种老式电话本拿了出来。阿杰有些惊讶，他已经有多少年没用这个东西了。不过你还别说，真的还被玛丽找到皮特的地址。不久，阿杰循着地址来到了皮特的家，没想到开门的竟然是小美。You're early. 小美让阿杰在客厅的餐桌旁等待，父亲皮特正在地下室收拾残局。小美对阿杰极尽温柔，而且端上咖啡，两人聊了起来。就在小美要对阿杰下狠手的时候，老皮特喝止小美的这个行为，让小美去地下室。对于阿杰能找到这里，老皮特很好奇。当得知是从电话簿上找到的，直呼没想到，两人就开始了深入交流。阿杰就责怪麻布袋在搞怪，搞得他近段时间无法安宁，而且认为皮特一直在欺骗他。皮特对这一切进行了解释，因为他也是过来人，而且阿杰肯定是违规才会这样。不过还有补救措施，他以前就这样做的。小美就是一个好的范例，而且这个过程要持续很多年，而且要付出真正的爱。让阿杰想好了再行动。阿杰听完惊呆了，老皮特就让阿杰自己到地下室看看。阿杰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地下室，看见了惊人的一幕，麻布袋被解开了，小美正在吸食人血，地上散乱着各种衣服和头发。阿杰大致明白，小美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了，现在的小美就是麻布袋的杰作，吓得阿杰跑了出来。老皮特打开房门，让他回去把小乔放进麻布袋里。阿杰很快到家门口，大卡早已等候多时。两人进去后，这才发现小乔已经安静的离去。阿杰痛苦万分，他想起了麻布袋，于是让大卡帮忙把麻布袋抬进小乔的卧室。大卡坚决不肯，他认为阿杰应该去医院看看病情。两人为此差点大打出手。到了最后，大卡还是心软照做了，麻布袋太重了，两人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搬进去。大卡也想知道麻布袋里装的是什么，阿杰也是同样的心理。阿杰抱着小乔放进了麻布袋里，然后扎紧。两人盯着看了10几秒，也没见到有什么动静，阿杰就崩溃了，跑到客厅开始发狂。大卡就坐在地上发着呆。突然麻布袋有动静，里面似乎有个人形物体要挣扎出来爬向大卡，吓得大卡站起来尖叫不止。等阿杰听见的时候，看见大卡捂着喉咙跑了出来，他已经被割喉了。阿杰眼睁睁地看着大卡领了盒饭。
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类似丧尸的人形怪物，吓得阿杰就在家里到处乱窜。人形怪物盯住阿杰不放，从楼下跑到楼上，刚把门关上。这时小芳打来电话，阿杰拿出来接听，随即被房门撞晕。等阿杰醒来，人形怪物就在旁边一直守着。阿杰还想跑，没想到人形怪物说话了 You saved me. My bones don't ache. The pain is gone. 哇塞，如果不看外貌，这不就是小乔吗？渐渐阿杰有点明白，他就是小乔的再生。人形怪物扑上来要吻阿杰，口里还说着要拯救他。吻完之后，阿杰产生了变异，从2楼跌落到1楼。这时阿杰还算清醒，于是拿出电话给小芳打去，但是最后还是晕倒。另一头的小芳感到莫名其妙，于是就赶到阿杰的家。等他敲开门，阿杰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没错，这是他以前小乔还未生病的状态，是那么的朝气蓬勃。小芳进来后，很快被人形怪物拖进了卧室。阿杰就看见他不停地撕咬小芳，阿杰好像没事人一样，喝着茶，悠闲地把门关上。不久，阿杰和小乔手挽手地走出家门，人形怪物已经恢复成了小乔的样貌。他要不停地吸食人血，才能维持这个样子，就像之前的小美那样。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酒吧老板娘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觉得理解本片稍微有点难度，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本片是在讲述夫妻之间坚韧的爱情是如何展示出来的，而不是那种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虽然阿杰最终选择魔带帮了他们，但是魔带也从此改变了他们。尽管阿杰打破原本的规则，但这些都是天注定的。虽然本片是个小成本，好在节奏比较快，恐怖氛围营造的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